2026開年最大懸疑，迪麗熱巴續約還是單飛？答案藏在細節裡。2026年開年，娛樂圈的第一聲驚雷並非來自新劇定檔，也不是紅毯豔壓，而是一份看似例行公事的企業年終總結。嘉行傳媒在官網發布的藝人年度排序，將迪麗熱巴置於首位。這一細節迅速點燃粉絲與行業的神經。在資本語境下，排序從來不是簡單的排版問題，而是立場、權重與未來方向的隱秘表達。圍繞是否續約、是否出走、是否獨立的猜測，一場關於頂流去留的現實懸疑劇就此拉開帷幕。企業年報中的藝人排序，本是公司內部結構與年度貢獻的展示方式。然而在高度敏感的娛樂市場，這樣的公開信息往往被放大解讀。迪麗熱巴位列首位後，支持續約已成定局的陣營給出邏輯鏈條，排序依據是工作室註冊時間，而熱巴名下鏡驗影視成立時間最早，因此順位第一理所當然。但質疑者迅速提出反證，若完全按註冊時間排列，張雲龍等早期簽約藝人為何並未靠前？排序標準的選擇性適用，使這份年報更像一場精心設計的心理戰。公司既給市場釋放核心未動的穩定信號，又保留足夠的模糊空間，為談判留出迴旋餘地。更值得玩味的是時間線的修訂。在楊冪離開嘉行後，熱巴工作室的註冊時間從2019年改為2017年，這種調整恰好為排序合理性提供支撐。對外，它是企業檔案的常規更新；對內，它可能是合約不易的一枚棋子。業內人士指出，經紀公司在關鍵節點調整公開信息，並不罕見，這是在資本市場與藝人團隊之間保持戰略彈性的方式。如果說排序是符號，那麼數據才是真正的籌碼。迪麗熱巴近年商業版圖的擴張堪稱教科書級案例，11個代言中有5個高奢品牌，覆蓋腕錶、珠寶、彩妝與成衣領域。某奢侈腕錶品牌引入其擔任代言後，女性消費客群增長達 60%， 這不僅是粉絲購買力的體現，更是明星商業價值與品牌戰略契合度的勝利。在影視層面，待播劇《利劍玫瑰》尚未上線已被業內反覆提及。平台購片負責人坦言，若沒有熱巴的流量加持，同等制作規模的劇集招商額縮水 40% 是保守估計。這種核心依賴型結構，使得藝人不僅是公司簽約對象，更成為收益結構的支柱。問題在於，當單一藝人貢獻公司30%以上營收時，公司風險也被放大。頂流的穩定性決定了資本市場的信心。任何關於出走的風聲，都會被迅速放大為對公司未來的質疑。嘉行如今面對的，並非簡單的續約問題，而是如何在維繫核心資產的同時完成去中心化布局。當代娛樂工業中，粉絲已成為影響公司決策的重要變量。圍繞嘉行倒閉等話題，社交平台互動量突破100萬，粉絲用數據構建論據。2023年，迪麗熱巴經歷17次輿情風波，公司公關平均響應時間長達38小時，延遲回應被視為管理不力，甚至成為公司拖累藝人的象徵。生日搬磚蛋糕事件等細節爭議，則被放大為企業文化問題。粉絲不再只是消費產品，他們監督品牌合作，分析商務資源，研究註冊信息，甚至自發建立數據監測小組。在這種背景下，藝人與公司之間的關係不再是單向管理，而是三方博弈，公司、藝人、粉絲共同構成輿論場。熱巴工作室微博簡介刪除嘉行傳媒前綴的動作，被視為去公司化信號。類似操作曾出現在其他藝人解約前夕，因此格外引人關注。但業內人士指出，真正關鍵的是工商變更信息與股權結構，而非社交媒體文案。即便如此，
這種象徵性動作本身已具備強烈暗示意義。回顧楊冪離開嘉行後的公司格局，可以發現一個清晰趨勢：核心藝人減少，公司開始嘗試多點布局。然而頂流效應難以複製，資源向頭部集中是市場自然法則。熱巴作為目前嘉行最具國際影響力的藝人，其穩定性決定了公司品牌形象。楊冪時期，嘉行通過工作室加公司模式實現藝人和資本雙贏，藝人擁有相對自主權，公司獲得收益分成與項目資源整合能力。隨着市場環境變化，藝人對個人 IP 的控制欲增強，經紀公司則更注重風險分散。雙方需求的微妙變化，使得續約談判變得複雜。頂流模式為經紀公司帶來高速增長，卻也埋下結構性風險。資本偏好確定性收益，而娛樂行業本質上充滿不確定。藝人的流量、口碑、作品表現都會影響估值。當公司過度依賴單一明星，任何波動都會在財務報表上放大。嘉行如今的策略可能是通過排序、信息調整與穩定輸出，向外界展示秩序仍在。這既是對投資方的安撫，也是對藝人團隊的信號。排序不是簡單的名次，而是權力結構的映射。近年來，多位頭部藝人選擇成立個人公司或加強工作室獨立運營。這種趨勢反映出行業成熟度提升，藝人不再滿足於被管理，而是參與投資、製作與內容決策。熱巴若選擇強化個人公司，也將順應行業潮流。然而，獨立並非易事，資源整合、項目開發、風險承擔都需要成熟團隊。經紀公司提供的平台與背書仍具價值，雙方關係更像探戈靠得太近會失去空間，離得太遠又難以配合。雖然嘉行並未上市，但相關投資方與合作平台對市場信號高度敏感。有關續約的不確定性，可能影響劇集預售與品牌合作談判。招商會議上，藝人的穩定性常被列為核心考量指標。對資本而言，頂流不僅是形象資產，更是風險評估參數。截至目前，無論嘉行還是迪麗熱巴團隊，都未對排序爭議做出正面回應。沉默本身成為最具力量的表達。娛樂工業的齒輪持續運轉，市場法則與個人選擇交織其中。或許，這場合約迷局的真正答案，並不在年報排序，也不在微博簡介，而在雙方對未來路徑的共識。頂流與公司之間的關係，從來不是簡單的依附，而是利益、信任與戰略的平衡。當燈光亮起，觀眾看到的是華麗舞台；當燈光熄滅，資本與合約的博弈仍在繼續。迪麗熱巴與嘉行的下一步，無論是續約、重組還是獨立，都將成為娛樂產業研究的經典案例。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提醒我們，在流量喧囂之外，真正決定走向的是市場與規則的冷靜邏輯。在所有圍繞續約與否的討論背後，真正決定走向的往往不是情緒，而是條款。經紀合約的核心通常包括收入分成比例、商務主導權、影視項目決策權、工作室股權結構以及合約年限。對頂流而言，分成比例的每一個百分點都意味着數千萬級別的差異；對公司而言，穩定的抽成結構則是現金流與再投資能力的保障。業內普遍推測，迪麗熱巴若續約，分成比例勢必會向藝人端傾斜。這既是市場行情的自然反應，也是公司留住核心資產的必要讓步。但分成並非唯一焦點。更關鍵的是主導權，誰掌握商務洽談最終拍板權？誰決定劇本篩選與製作班底？在內容為王的時代，藝人對項目質量的控制欲日益增強。此外，工作室股權結構也可能成為談判重點。若藝人希望進一步獨立，增加個人控股比例是常見路徑，
而公司則可能通過戰略投資方式保留一定股份，以維持合作紐帶。雙方若能找到利益平衡點，續約便順理成章；若訴求差距過大，則分道揚鑣也在情理之中。在這場博弈中，品牌方的態度尤為關鍵。高奢品牌最看重的是形象的持續性與風險可控性。頻繁的合約風波會增加品牌的不確定成本，因此不少品牌在簽約時會要求明確的管理結構與危機處理機制。從商業邏輯看，若迪麗熱巴保持穩定輸出且團隊運轉高效，品牌方更傾向於延續合作。反之，若公司與藝人之間的博弈影響商務節奏，品牌則可能分散風險，將預算投向其他潛力藝人。換言之，頂流與公司的關係不僅影響內部收益，更直接關係到外部合作信心。從影視層面觀察，嘉行近年的策略正在轉向項目驅動與藝人驅動並行模式。一方面，公司嘗試加大自製劇投資力度，增強內容話語權；另一方面，仍需依靠頭部藝人帶動項目招商。若迪麗熱巴選擇續約，公司可能圍繞其量身打造 IP 系列或女性成長題材，以形成品牌化內容矩陣。若他選擇強化個人獨立製作，公司則可能退居聯合出品方角色。兩種路徑都存在可能性，關鍵在於雙方對未來5年的戰略共識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流量紅利正在逐步轉化為口碑紅利。觀眾對作品質量的要求提高，使單純依賴明星效應的項目面臨挑戰。因此，無論續約與否，真正決定長期價值的仍是作品本身。過去，粉絲主要通過購買產品與刷榜支持偶像，如今，他們更像民間審計者。他們研究工商信息，分析財報，監督公關節奏。粉絲對公司運作的關注，已從情緒表達轉向制度討論。這種變化使公司不得不更加透明。排序爭議之所以引發巨大反響，正是因為粉絲具備足夠的信息解讀能力。對藝人而言，粉絲既是力量源泉，也是輿情壓力。如何在尊重粉絲意見的同時保持專業決策，是團隊必須面對的新課題。回顧中國娛樂行業的發展軌跡，可以發現經紀公司與藝人的關係正在從綁定模式向合作模式轉型。早期公司掌握絕對資源，藝人依附成長，如今成熟藝人擁有獨立資源整合能力，公司更多扮演戰略夥伴角色。這種轉型意味着權力結構重新分配，續約不再是單純的歸屬問題，而是合作條件的再定義。對嘉行而言，若能在保障自身收益的同時給予藝人更大自主權，或許能形成新的平衡模型。在這場風波中，最耐人尋味的是雙方的克制，沒有公開撕裂，也沒有情緒化聲明。沉默本身釋放出成熟信號。對於資本市場而言，過度表態可能引發不必要波動；對藝人而言，低調處理有助於維持品牌形象。輿論場的熱鬧與現實談判的冷靜形成鮮明對比。真正的合約討論往往在會議室中完成，而非社交平台。公眾所看到的排序與簡介修改，不過是冰山一角。假設最極端的情況，若迪麗熱巴選擇不續約，嘉行將面臨品牌重塑挑戰。但這也可能倒逼公司加速培養新人，形成更均衡的藝人梯隊。短期陣痛與長期轉型之間，如何抉擇考驗管理層智慧。若選擇續約，則公司需要在資源配置上更加精準，避免過度依賴單一藝人，同時通過內容創新提升整體競爭力。頂流的存在應成為推動公司升級的引擎，而非風險源頭。娛樂產業從來不是童話，而是資本、創意與流量交織的複雜系統。迪麗熱巴與嘉行的合約風波，表面是藝人與公司的去留選擇，實質是商業模式的再平衡。
在流量時代逐漸理性化的今天，真正決定未來的或許不再是單次排序，而是雙方能否在新環境中建立更成熟的合作框架。頂流需要平台，平台也需要頂流。當雙方利益交匯點足夠清晰，合作自然水到渠成。這場圍繞排序展開的風波，既是一次輿情試煉，也是一次行業觀察樣本。它提醒我們，娛樂工業的每一次細節調整，都可能成為市場解讀的信號。未來幾個月，或許會有新的工商變更、商務動態或官方聲明出現，但在那之前，所有推測都只是拼圖的一部分。可以確定的是，無論結果如何，迪麗熱巴與嘉行的這段博弈，都將成為中國經濟行業轉型期的重要注腳。當掌聲與燈光再次聚焦舞台，觀眾看到的是明星的光芒，而在幕後，資本與合約的探戈仍在繼續。誰主沉浮，取決於市場，也取決於智慧。